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我们中国桂林的农村的家里，大家可能偶尔听得见外面有鸡在叫。我回来差不多1个月了，这次呢，因为是我母亲她突然身体不适，所以呢，我是头天听到，第2天我就买机票回国了，所以比较突然。回来差不多1个月了啊。今天早上我看见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产值的比例。中国当然是妥妥的第一了啊，它占全球工业产值的比例是28.7%。第2位我们也知道肯定是美国，它占的比重呢是16.8%，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美国的1.7倍。第3位是我们的东部的邻居小日本，它的工业产值占全球的比例是7.5%。第4位就到了我所在那个国家德国，它的比例大家猜猜看有多少？德国是一个非常可以说老牌工业国家，对吧？它也是以工业立国的啊。可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比重只占全世界的5.3%。想想看，我们比如说30年前、40年前，我们有赶美超英这种口号，当时好像中国要赶上美国啊，超过英国，好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一样，只是一个口号。我相信当时呢，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把这个口号当真，就不可能认为中国呢有一天会赶上美国，还会超过英国。但是现在到了2024年，英国连排名都排不上了，因为第4名呢是德国5.3%，然后第5名呢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印度了啊，它是3.19%，然后呢第6名是南朝鲜3%左右还是多少，具体我忘了啊。然后呢就是最后的排得上名次的单独一个国家排得上名次呢是意大利，它的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2.19%，然后呢就没有其他国家了，像英国这种国家、西班牙啊都排到那个其他项占全世界大概180多个，几乎190个国家左右，全部其他国家加起来占全球工业产值的比例为33.5%，而中国一个国家占了28.7%，也就是说，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值可以单挑全世界大概185个国家左右吧，可以这样加起来。你们想想看，中国的这种产能有多厉害？因为我在德国居住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使用的什么电器啊，还有电子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几乎都是中国生产的。然后呢，我这次回来，或者这几年嘛，我来回中国的次数比较多。然后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使用的这种电子电器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中国进口的。然后呢，在国内很多平台，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透明，而且内卷比较严重，商家呀把价格压得非常的低，加上中国有14亿的消费者。商家他认为，比如说一个产品啊，从一个人身上只赚，比如说1分钱或者1毛钱，它整个基数很大呀，加起来它的利润就很高了。虽然就是按比例来说，它利润率不高，但是它一个总的数目加起来就不得了。所以呢，中国是实行这种薄利多销，与其他国家这种资本家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哈，每次回来我就看到这里这些工业品。真的质量特别好，然后价格特别低，就是很羡慕中国人花很少的钱，其实可以享受很多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实惠。好像我们在国内的人，因为身在福中不知福嘛，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享受了多少便利，享受了多少这种好处，而且有的人因为没有比较，没有这种横向的比较，所以呢还是抱怨。我是在国外回来的人，然后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所以我有一个横向的比较，那么我的心态可能跟国内的人没有出过国的人呢不太一样。今天呢，想给大家说说我这1个月回来，我买了哪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我都是要搬运到德国去的。一个是我在德国我们自己家用，另外呢，我在德国有亲戚朋友，我也可以送给他们，这质量非常的好。首先我肯定要买质量好的东西。还有呢，我每年也会去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去旅游啊，或者是旅居，认识当地的朋友，所以我也会把一些中国制造的东西，我认为拿得出手的东西也会送给他们。今天就想给大家看啊，我现在从德国回来，然后
把中国的东西肉身搬运到德国去。对不起啊，可能有的朋友啊比较偏向于注重所谓的品牌，就是全世界一线品牌，非一线品牌他不要，看不上。我呢，我是实用主义者，所以对我来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啊。有可能的话，我是尽可能呢买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品牌。好的，朋友们，现在就让大家看看啊，这个月回来我到底在网上买了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我都要搬运到德国去的啊。首先呢，这里有一根这个数据线，也是充电吧，给手机啊还有电子产品充电的，它是3合1的。我买了一根特别长的热线，大概是2米，这个还是比较适用的。你看有3个头，对吧？一个是原来老式的那 USB 的接口，手机啊，还有很多电子产品有这个啊，现在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个是 Type C 的接口，这个现在越来越多产品是这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式的 iPhone 手机的或者 iPhone 电子产品这个插头，3合1，我觉得非常的适用啊，而且它的质量特别的好。我真的第一次拿到这种数据线的时候，我真的不敢想象啊！现在中国这工业生产的水平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从小小一根数据线就可以发现，真的啊！而这根数据线呢，我在拼多多上面买的是15.8块，也就是大概2欧元左右。2欧元在德国你做梦都不用想。然后呢，这里它有一个电子显示器，就显示出充电的时候是多少瓦。这个东西可有可无，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酷，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买了几条去，然后送给外国的朋友，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说啊，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啊！在德国，大概我觉得应该人民币要70、80块钱，10欧元左右吧。在其他国家，如果是更远的国家或者是小国那种，可能会更贵一些。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我几天前我才买的，人民币是不到40块钱，39块多啊，也就相当于40块吧。它是一个什么充电头，应该是一个高科技产品吧？这是氮吗？看看汉字的发音是氮吗？这里是能量多，这东西小小的啊。我有点忐忑，我不知道是不是商家他吹牛太过于了啊。然后我就看了那些好评或者差评，买东西的时候我主要是找差评，如果是差评越少的，那就说明呢这个产品就越好，对吧？如果一条差评没有的，全是好评的，那我看什么地方呢？我看好像是富家还是什么，或者是回头客那个地方，我看他们的评论，因为有很多是刷出来的。但是如果是回头客啊，或者是富家评论那种，他用了一段时间再做评论那种，一般是往下翻，偶尔有一条负面的评论。如果是很多正面的，只有偶尔1、2条负面的评论，那我会买它。而且我发现拼多多有一个比较好的，与德国这个平台相比，有个好的就是很多东西，不管你是1块钱、2块钱的东西啊，很多商家他有退货，它是免费退的。也就是说，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退回去，商家付那个退款的费用，你退货不用花1分钱。所以呢，你买东西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像这种卖家，我比较喜欢买他的东西。好，我们回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充电头，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有分量的话，就说明它的用料可能比较足，对吧？然后它给出的是67瓦，在国内啊，或者在全世界这种电子产品，这充电头67瓦已经是中高的那个能力了吧，对吧？好像最高现在是快充可以到140瓦还是120瓦左右，所以这67瓦已经不错了啊。我网上看到它的好评率，可以说好评如潮，所以就买了。反正就是39.9，相当于5欧元。它有3个头，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普通的 USB 接线口，然后有2个 Type C 的接线口。Type C 接线口一般来说它的充电的功率更高，而这个稍微低一点。我用了这个功率充，我发现我的充电头和我的手机连起来可以充到10多瓦到20瓦左右，已经蛮快了啊。我另外那个充电头是华为的原装充电头，它是66瓦的，然后我的手机充它可以充到大概是25瓦左右，所以这个能充到20瓦已经不错了。我相信如果是 Type C 的话，它也可以充到20多瓦，所以这个呢，
它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感到非常满意。它也是卖家负责那个退货运费的，这有这好处呢，它可以把它折叠起来，然后呢可以那个节约一些地方，你那个比如说出差呀，或是旅行的时候占用的空间比较小，而且它这个做工，我发现它是手感非常好，你能感到它的做工，它的质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对这个东西呢，我也非常满意。这个小小的东西也是让我喜出望外，这是联想的一个蓝牙耳机，我这次回来买了3套，大家不信的话，我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那个去年买的，带到德国去，去年拿到手的时候，我一听就感到喜出望外，我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人民币30多块、40块不到的东西，竟然能够做到那么好的那个音质。我记得在一个视频当中我说过啊，就跟美国那个大的品牌、一线品牌，5、6年前在德国买的时候是200欧元，而这个呢，大概是不到5欧元，5欧元和200欧元相差40倍，对吧？但是平时又听听音乐啊，还有听听某些网上那文章，它那个语音啊，因为有时候我睡觉我就听它语音就可以了，不用看。从我这耳朵来说，我真的分辨不出这5欧元的中国品牌，大概我可以说是联想是中国品牌吧，有的人可能不同意，和美国大品牌相差那个40倍，但是我听不出任何的音质方面的区别，所以呢，我真的花了这个40多块，不是30多块钱，真的我感到太值了。刚才说了，我这次回来买了3套，想带到德国去，一个是送人，另外一个呢是在家有一套备用的。我拿给大家看看，我专门放在这里了。明人不说暗话，对吧？你看，它的包装都是一样的，因为是同一个款，全是一样的。有一个我已经打开了，因为我想检查一下质量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就打开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黑色的，因为我想送给一个朋友，他喜欢黑色。你看对吧？这就是黑色。我给大家看看，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它同一款，真的是太满意了。而且我发现呢，比如说在拼多多上买的时候，它的单价比如说是36，然后呢我买2套，它就相当于每套是32还是33块，反正你越买的多就越便宜。所以这下你看我在同一个商家那里买了3套，刚才说了这是带回德国去，一个是送人，一个呢是自己备用。这是什么东西？大家肯定也知道。这个东西呢，目前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德国啊，如果是你用这类似的东西，绝对99.9%是中国出的。这个手机支架，我拿到手的时候，我试用了，我真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东西我记得在网上买的话，应该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欧元3点多欧元，非常的稳，一点都不黄。所以呢，我特别满意啊，就每天都在用，放在我的桌面用，非常的好。然后说的这手机支架，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然后我会带一些小东西去一些适用的东西，所以呢，这次我就一口气买了特别多的这手机支架，就是想送人的。你看，这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各种那个价格区间的我都买了，有的时候会买上瘾的啊。前后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有10几个吧。当然，这次我不可能全部带到德国去啊，我就说我买这种小东西的经历吧。首先从便宜的来说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在国内啊，有的时候你在滑拼多多的时候，突然发现有1分钱的东西。我开始我都不相信啊，怎么会有1分钱的东西呢？我以为是骗人的，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无所谓，反正他也骗不了我的钱，对吧？他也得不到我的手机号码呀。所以商家他卖1分钱，我觉得并不是骗人吧，他骗不了啊，怎么骗，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也许呢是想刷流量或者是刷好评吧，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之后，我就想，你敢卖，我就敢买。当然，在拼多多上面的图片啊，或者是网上的图片，都是要比实物要好得多，一般是这样子。
这个是例外，这个是我拿到什么就是图片上什么就拿到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在网上看的时候图片特别漂亮，我拿到手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失望的。但是当时我记得是1块多人民币买的，它全部是金属的啊，而且它是可以360度转的，然后呢可以调节，所以，哎呀，1-2块钱的东西，虽然它不是特别的稳，但是还能凑合着用。然后这个呢，我记得有一次是上个礼拜，是10天前，我真的是在拼多多上面看到说1分钱的东西，我就是冒着那种心理，刚才说了，你敢卖我就敢买。我拿到之后，发现原来跟我花1块多钱买的，可能一个厂家出的产品完全一模一样啊，这是好像是2块钱左右买的一个。然后呢，这个1分钱都是一个厂家的产品。好，这个呢叫 ViewSonic， 是什么 U 派是什么中文？我记得呢，我在德国见过这个牌子，是那个电脑显示器的，它有这个牌子，不知道是中国大陆的还是台湾的啊，不知道。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我看的是4块多人民币还是5块钱吧，反正当时我还没有这些1分钱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买了，想带到德国去的啊。所以我首先我就买了，然后呢，我感到特别满意，因为我觉得4-5块钱，其实它的质量还是真的不错，完全值得买。后来也是跟刚才这个1分钱买的这个手机支架时间差不多吧，我看见它写2毛钱，然后呢，这个又是品牌货，1秒钟都没有迟疑，我就下单了。收到之后呢，发现真的和我原来花了5块钱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2毛钱买的，这个是5块钱左右买的，你看。然后这个可能也是1块多人民币买的吧，跟这个差不多。然后这个我是去年买的，11块多买的，这个质量也非常的好，真的非常非常好，有重量，然后呢它也特别的结实，所以1分钱1分货肯定是正确的。然后这个呢叫绿联这个品牌，我在德国在我一个朋友家看见了，他在德国买的，应该是在那个德国的亚马逊还是什么。他说这个非常的结实，然后呢也非常的稳。我想到我马上就回国了，然后我在拼多多上面看有这个品牌，义无反顾的也下单买了一个，我是留给自用的。这个绿联啊，我觉得是我用过的所有的手机支架质量最好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最高的。这个我在网上看了，最优惠的价格是29.9块，也就是30块钱，这个是25块左右。从稳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呢，因为它的那个底座更宽一些，所以它更稳。但是它的设计呢，没有这个那么简约。如果从设计还有质量来说，我是最喜欢是绿联的这个，它的质量真的超级好，30块人民币。你看，我变成了手机支架的那个大的买家了。然后我看，我这里还有一个这个牌子的。这款手机支架呢，我买了3个，我记得是11块多买的。我拿到手的时候，觉得质量也真的非常的好。如果是从那个稳定度来说，我觉得和这个30块钱的绿联差不多，它的设计风格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更简约、更漂亮一些。这个它的底座我不太喜欢有这孔的，但是它的质量绝对是信得过的啊，因为我试过。我首先是买了它，然后呢，后来我又下单买了2个同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款我买了3个，也是要带到德国去的。大家听这声音就知道了，它是纯金属的，而且比较厚实，所以呢，我也非常的满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一下买了3款，就像这个蓝牙耳机一样。还有这个我也买了2个手机支架，好像也是几块钱买的吧，也是送人的，它也质量也不错啊，就是值得4-5块钱的东西，值得。它纯金属的，质量真的还可以，能够接受。所以你看，
我光是手机支架就买了多少？这次在中国，这些我都是想带到国外去。一个是给家里人用，我在德国的那个伴侣，他叫我帮至少带2个，因为目前他没有。他上次看到我带过去的那个手机支架很好用之后，因为我们原来在生活当中很少用的手机支架，然后见到了你觉得特别适用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吃饭呀，或者是在干嘛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办公桌前呢有个这样的手机支架，有的时候看手机就比较方便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适用的。而这种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肯定99.9%，如果你在德国或者在欧洲买的话，都有可能是中国出产的。那在世界其他国家也一样。也许呢，土耳其或印度有，但是那个价格或者质量应该是赶不上中国的，因为中国这种大规模产业已经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特别明显就是过去大概10年左右吧，中国工业产品的质量有个质的飞跃，这是我在海外使用过之后那个切身的感受啊。所以我现在每次回国，你看我就带很多的。还有这次呢，我带了一款这个手机备用电池，是华为一个品牌的，因为我送给一个朋友他的一个2手手机，可能使用多年了嘛，他说他的手机呢电池已经比较弱了。上次呢我去古巴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带这种备用电池去，因为在古巴它并不是什么工业国家，对吧？像这种都是中国出的，华为是中国出的啊，那些备用那个备件肯定是只能是中国出的了。他找不到，所以呢请我，他说能不能在中国帮他找一块这个备用电池，我把它型号找出来了，然后呢在我们宫城县城的一个小的手机店，我就找到了这个。而且你们看它的包装啊特别的好，它是真正的铁盒的啊，所以呢这个应该并不是什么伪劣产品，虽然不是华为的那个原产的那个手机电池，但是那个手机店的老板我认识很多年，所以我对他还是比较相信的。他说这个电池非常的好，然后我看到他有很多电池盒他不用了啊，你看可以装一些小东西，特别好，扔掉太可惜了啊，所以我就叫他给了我。其实他可以给我数十个，只不过呢我没有很多的用处而已，我就要了一个。你看这手机这电池备用电池也是从中国买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就变成货架了。这里这个东西，这是上次我买了之后13.8块买的，上次我发现质量真的超级好，它是电子打火机，可充电的啊，它是双电伏的，所以呢这个抽烟的人或者你点煤气灶，我觉得特别的适用。充一次电应该可以点很多次烟吧。然后你看它高科技感特别的强，对吧？这里有显示它那个电池还有多少，对吧？百分比100%、75%、50%这样，而且很炫酷这光线。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13块多，欧元不到2欧元，包邮，我就觉得这质量太好了，然后我就买了3只，带到国外去，带到古巴去，人家喜欢的不得了，真的，他们就求我，他说下次如果你去古巴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送给我。因为像这种，我觉得如果是在德国啊，或是在其他外国卖，可能一个可能要卖15欧元左右吧，应该要卖15欧元。所以呢，我这次你看我又带了2个，我还要买的，因为2个太少了，不够送。这个质量真的非常非常不错，也是让我非常喜出望外的惊喜的一个小的这种电器，在国外是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啊。然后我暂时买了，其实我买了3块，有1块我带到德国去了。这是充电宝，这也算一个品牌吧，它的那好评率特别高。像这个1万毫安的，没记错的话，可能是30块人民币左右吧。我买过，我试用过，觉得还不错，可以充电，大概像我的手机最多可以充2次。
好像一次多吧，一万毫安。然后我的手机的电池可能是5000左右的，所以能够充一次多。这个呢也是同个品牌，只不过设计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我更喜欢这个，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大。我原来以为它体积小一点的，但是呢拿到手之后是觉得有点大，我就懒得退了。这好像比这个稍微更便宜一点，因为呢这个它体积大嘛。我买过去呢，主要是一个是自己可以用，另外一个呢也是送人的啊。因为在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这种产能，他们要买那也是中国出的，而且到那个国家之后，除了运费啊，还有除了关税之后，人家那边的卖家还要赚钱呢，所以最后同样东西可能在那个国家要比我们在拼多多要贵出不少，所以呢我就带到国外去。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啊，坐飞机我们很多人以为充电宝过于大了就不准上飞机。我专门问过中国的还有那个德国机场的安检人员，他们说最多是2万毫安的可以上飞机，而且只能在手提随身走，不能放到那个行李托运啊。像这种充电宝最高是2万毫安。那一个人可以带多少个呢？我也问了德国机场，他们说没有规定数量，你带10个也可以。这是德国那边机场说的啊，中国这边我没有问，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带几个。所以呢，我这次还会买2、3个吧，然后呢带到德国去，然后还要带到全世界其他国家去送人。